老规矩，你城东，我城西。老大，你有点假公济私哦。什么意思？这还用问？谁让慈华医馆在西城呢？不过老大，你这又是大小姐，又是医华大夫的，有点不太好吧？你胡说什么呢？英英几乎是我看着长大的，我只把她当做我最好的妹妹。妹妹。怎么会有血迹？玉华，你这是？路上捡的，依稀尚存，总不能见死不救吧？等一下，男女授受不亲，还是我来吧。他的伤分明是利器所致，此人到底什么来路？一华会不会有危险？大白天的，一华怎么把门关上了？天哥哥。我去！龙男女，光天化日，你们知不知羞啊？你有什么事吗？好巧，都在啊！这是哪儿啊？这是什么？味道好熟悉。啊！你都昏迷2日了，可算醒了。你是谁？救你命的大夫。哎，那我又是谁？你我素不相识，我不知道你是谁。那我能不能留下来？我也没地方去。不能。啊，那你叫什么？一华。一华。定定向天涯，依依向雾华。好名字，那我叫你依依可好？哎，这是什么？云归。云归，那我叫云归好了，这样我们算认识了吧？幼稚。这，呃，
这个我抱歉，是你吗？我现在就收拾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出去，对不起，出去！我真的，这个姐姐好凶啊！我怎么什么都记不起来了？慈华医馆。姐姐，嗯，我该怎么办啊？云归，这名字倒是有趣，只是此人身份未知，来路不明，还是要小心些。天都快黑了，这下总该走了吧？齐老板，喜欢美白膏刚用完你就来了，可真是心有灵犀。怎么着，晚上让灵犀陪陪你？要钱2两。真没兴趣。走不开啊？拿着吧，这些日子呀，你配要辛苦啦。那我就先走了。哎，等等，还有件小事想求你。我听说啊，有一种方子，可以将鲜花和沐浴做成香草，可以使身体久久留香。不知道你这边下次送药的时候给你带来。痛快？我就喜欢和聪明人做交易，不费劲儿。老板娘，罗医师来了，他倒是风雨无阻。还不都是为了您吗？有谁不知道整个祥云县大名鼎鼎的罗英年罗医师，是咱们醉生阁老板娘的裙下之臣。为了讨您欢心，别说包下厢房了，1掷千金都不在话下。哎，说话小心点儿，我们醉生阁可是正经歌舞伎坊，又不是青楼。
这哦，没事吧？3月初，春日雨，乘着花伞盼雨停。我的郎君且仔细，莫要失了意。牧笛声声荡起，我为你织了蓑笠。转过去。定要年年风调雨顺，事事都随意。眉眼如青山，温润如看什么呢？在我昏迷的时候，也见过你这般模样。好了，依依姑娘，你救了我，我要报答你。不必了，我们两清了。救命之恩岂是一般可比？我要留下来，任你差遣。你还挺会以退为进。入夜风寒，啊！医者仁心。等着。只此一夜，下不为例。谢谢。躲开！昨天晚上是你拉我进来。药不能乱吃，话也不能乱讲。仔细想来，昨夜梦魇时，好像确实拉过一只手。可他到底是谁？为什么我的失眠症遇到他就仿佛不存在一样？别动！让开！医馆不留闲人。对了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云归，云彩的云，归期的归。云归，熬药。哎，来了。云归，啊，晒药。哦，你晒药去。云归，啊，晒衣服。哦，我去。云归，浇水。来了。云归，砍柴。好。云归，云归，云归。
来，一起喝一个，来，喝一个真好啊！小二，要酒啊！不用喝啊！不喝哪？吃！哎呦，老二人呢？躺在我房间呢。哎，一华妹妹，你家这小公子看着温文尔雅，力气可不小，打坏了我好几个下人。下个月的美白膏分文不取。妹妹客气了。其实说到底啊，这都是一场误会。他要是早说是你房里的小厮，就不能把他当贼抓起来。云归，云归，云归，云归。云归，你是在找我吗？等一下，你不是云归，你是谁？你究竟是谁？我当然是云归。你不信的话，验明正身看看。你这么紧张，是因为我吗？且让我看看你是什么情况。方捕头，辛苦你跑一趟来。起初不知那小公子的身份，见他鬼鬼祟祟在罗衣室房门口，便以为他是贼人，后来才知道他是一华家的药童。我带你去。哟，林夕，画什么呢？
老板娘，你不懂，这是艺术。方捕头来了，难道是因为那2个人？玉华，我来吧。好。老板娘要动用私刑的话，好歹知会一声。毕竟打狗还要看主人，更何况当初捡他回来的时候，可费了不少力气。我来吧。走吧。哼，我什么时候对他用私刑了？喂！叶家一除，再无后患。来，贤弟，珍藏的好酒，今日与你共饮。啊，来坐下说。如今这银珠坊的生意就归你我共有。美人面就靠你了，合作愉快啊！来。竟然还会变脸。这些天见的人里啊，也就这俩小有几分姿色了。林晓让我带给你的，顺道让我问问你，打听清楚没有啊？哎，你说慕容山庄的少庄主，到底是会娶指腹为婚的未婚妻呢，还是青梅竹马的小师妹？我跟你说，外面的赔率越来越高了，得抓紧下注。你能不能吃完了再说？小姑娘家的这么不讲究。哈哈哈哈！这个讲不讲究啊？你让他用全部家当去买少庄主逃婚，真的假的？我去，这不少庄主吗？他怎么和男人这么亲密？所以知道少庄主为什么逃婚了吧？他根本就不喜欢女人。但他也不一定会逃婚，搞不好他骗婚呢。那我就把这幅画裱好送到他婚礼上，谁让他不知廉耻欺骗小姑娘？
我发现啊，你不仅仅是名副其实的八强根小能手，还是名副其实的正义之光和妇女之友。什么八强根那么难听？哎呀，我这叫观察生活，你懂不懂？要没我这么细致入微的观察，你们能有这么多小道消息吗？这些都是啥呀？这你先画的八卦？不会吧！今天我就让天哥哥好好看看这个女人的真面目。啊？怎么还把门关上了？天哥哥干什么呢？嗯？难道？哇！没想到天哥哥身材这么好，嘿。我真的没必要。别动。依你之见，这种情况像是癔症或是梦游。二者症结根源不同，没有确定之前不可胡乱下针。何况打赌输给罗英年以后，我已经许久不动针了。他这样的症状我也未曾见过。这样吧，我且再回去看看医书，有了眉目再来找你。慢走。多谢。没事。你可不可以不要赶我走啊？啊？你说什么？我说你可不可以不要赶我走？我去醉生阁，其实是想去帮你忙的。你能帮什么忙？你不是和我说过吗？镇上的医馆都是因为那个叫罗英年的医师倒闭了，所以我跟踪了他几天，就是想查清楚他到底有什么秘密。可是没想到我搞砸了，你可不可以不要怪我？给，将这几包安神茶给灵犀公子送去。哦，快去快回。嗯。灵犀公子。
啊？子曰：“非礼勿动。”你这药童好生无礼！你怎可如此？你都敢光天化日干这样的事儿，我怎么就画不得了？胡说！我和伊华大夫之间从未有过越矩之事，你分明是污蔑。你忘了？需要我帮你回忆回忆吗？今日午时，你和伊华大夫在隔壁厢房耳鬓厮磨。住口！休要胡言乱语，毁了伊华清誉。你大手一伸，将其按倒在圆桌之上，让你住口！你疯了！你知道我的手多金贵吗？啊！我以后还怎么弹琴啊？他这病症来得快，去得也快，毫无章法可循，书中也并未找到相关记载。难道真的只是巧合？父亲曾说，这本药王手札能解世间一切疑难杂症，云归的情况说不定也有所记载。只是这些古怪的文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伊华大夫，云归又闯祸了。对。走。慢点。别这么会不好看。你看，来这么多人，你说怎么收场？你放心吧，我自然会解决好。赔礼道歉都没用了，怎么解决？我的礼，他可受不起。怎么着，二位，灵犀弹不了琴了，你们有什么办法吗？客人们可都到齐了，我可不想在今晚砸了招牌。老板娘，你放心吧，你这招牌还能挂很久。还能喝。再来啊！多喝几杯。你慢点，慢点。给3位客官安排个雅座。这边。没想到醉圣阁不但能听曲，还能跳舞剑呀！醉圣阁又大又我不行了，还有别的才艺没他这舞的哪是剑呐？他这舞的可是姑娘们的春心啊！哎，你说你从哪儿找来这么个宝藏？你卖给我呗，开个价。别这么小气嘛！说真的，从哪儿找来的？鬼门关。
放开！你干嘛？你松开！你生气，是因为我烧了灵犀的画吗？我这么做自有我的道理。他画了一幅画，那又怎样？灵犀本就爱丹青。可那幅画的内容玷污了你的名节。他画什么我不在乎，但是有关于你，便容不得他胡来。天干物，燥，小心火烛。天干物。依依，你睡不着吗？等你睡着了，我才能安心出去。唉，看来只有我一个人睡不着啊。听说失眠的时候背书效果还挺好。心者，君主之官也，神明出焉。肺者，相父之官，志节出焉。肝者，你别着急。好，快点快点。哎呀，嗯嗯。我俩还不够吃。手，你看看我的手，你看看我价值千金的手，都是那个小厮弄的。而且我想想我就来气，而且最重要的是，最重要的是他竟然敢威胁我。那云归我平日里看着性子挺温顺的，还会威胁人呢？怎么威胁你的？都说你天生一副好嗓子，是这醉笙阁的头牌。不过，你有没有听说过一味药，叫半夏？生食过量，便会致哑，其伤害
终身不可逆。不知道你想不想试一试？从今以后，不该做的事情就别做。岂有此理！不知道你是我裴大小姐罩着的人吗？敢这么欺负你？还有那个老板娘，怎么胳膊肘朝着外人拐啊？诚如你所见，我在他眼里就没成过那人。你别着急啊，你这委屈不白受，我现在就……哎，我回头一定替你报仇雪恨。算了算了算了，我呀，还是踏踏实实赚银子吧，这样才能早日离开醉生阁这个破地方。小姐，人有心肾两伤，一旦觉自己之身分而为两，自己之身分而为两，他人未见而己独见之，人以为离魂之正也。凡是离魂正之人，多经大悲大喜，逼出了另一种性格，这倒是与云归的症状相符。有患离魂症者，宜滋补肝肾，养血安神，可搭配摄魂汤佐以治疗。摄魂汤，找找这个方子。依依，过来吃糕点。啊，你哪来的钱买糕点啊？我在屋子里搜了些旧物件，送去当铺了。旧物件？包括书架下面那个大红箱子啊！对啊，我看此物有些年头了，还能值点银子，所以拿去当铺。怎么了？立刻马上找不回箱子，你别回来了。英宁姐，果真是副好皮囊，待在我这醉生阁，保你丰衣足食。老板娘果然名不虚传，打得一手好算盘。公子说笑了，咱们这不是双赢吗？我知道你需要有一个人与灵犀制衡，以免他有二心。我愿意成为这颗棋子，只不过之前说好的价格不能变。当然了，只不过银子赚多赚少嘛，就得看公子你的本事了。拭目以待哦，云姑娘。我供你吃，供你喝，还要再让你一成收益。林夕啊，林夕，你当我这是什么地方？旧食堂？老板娘，这些年我没少给你赚银子，除去日常开支，3、7分你照样赚得盆满钵满。现在我不过是想改成4、6，
你还是拿大头，有什么好不满的？别忘了，我跟他们不一样，没有卖身契，我随时可以离开。你在威胁我？我是在跟你商量。老板娘，老板娘，楼下有人找。谁啊？思华医馆的药童。哦，就是那个很受姑娘们喜欢的云归，是吧？啊，对的。既是商量，那我先表个态，我不同意提高分成，剩下的你自己慢慢考虑吧。我还有客人，先走了。就你，还想跟我们老板娘斗？来来，看一看，瞧一瞧，我这有好东西！快，实现少女梦啊！什么东西啊？好，本季度最受欢迎的热门单品，吃饭不掉色，喝水不沾杯的神奇纯脂，开售啦！这位小姐姐上来。好漂亮！橙色衬皮肤，再来几个好看的首饰，简直重回少女本女啊！来，大家都有啊！我还有，来，哎呀，给钱！没了，哎，你别抢了，真的没了。居然是你怎么手拿的呀？你是那天舞剑的公子吗？好邪恶！你们往里走啊！不能往里走，不能往里走！哎呦！掌中横生冲煞纹，姑娘，你最近命犯桃花呀？真的吗，大师？啊，你看我怎么样？流氓！也就是你裴大小姐有这个面子，搁别人我可不卖，我这都是独家秘方。这个史上最厉害的仙药，只需要一点点，就能让人拉到天崩地裂、摧枯拉朽。还有我上次跟你说的哪个？啊？懂。此物名曰神仙水，只要沾上这催情药粉，哪怕是天上不动七情六欲的神仙，也得乖乖缴械投降。看上哪家公子哥，用它妥妥拿下。藏好了。哎，你可千万看好记好，别弄错了。哎，知道，真能弄错，当我傻？你当你不傻？哪包来着？方的？圆的？就你了！倒进水缸，压到你发火！瞧，大人让我们挨家挨户排查安全隐患，这不就逮着一个？糟糕，不会被发现了吧？伊华大夫真是心大，后院门都不锁，也不怕坏人闯进来。这水缸位置倒是合适，就算起火也能及时扑救。你能不能盼着点好？这是什么？还有点甜。你赶紧把那个看见什么就想尝一尝的毛病改一改吧。神农那么厉害，最后不还是栽在了一根断肠草上？
你干嘛呀？完蛋，拿错了。嗯嗯，哎，别过来啊！拿了错。哎，你怎么了？哎，我。我没叫你二哥。没事啊。多大事儿啊？好了，没事了。林香这个傻子。云归这小子，平时不是一向爱耍赖吗？这回倒是听话。爱回不回？别生气了，我帮你把书和箱子给赎回来了。哎，一华，小华华，哎，人呢？干嘛？哎，放开！松手！又施了什么药？一华，松手！松手！一华，你怎么了？啊！你是不是故意的？我对天发誓，绝无此意。怎么了？怕我给你下药啊？你放心吧，若是对你意图不轨，就不会给你解毒。松开！今天有谁来过医馆？怎么会给你下药？林翔和方成天来过。哦，都忘了，你身上都湿了，我去拿衣服。
快穿啊！想不到一华竟也有娇羞的一面。这样的他倒是很可爱。有何指教？小伙子，我看你的表情应该是红鸾星蠢蠢欲动啊！哈哈哈哈，有这么明显吗？非常明显。所以，我这里有一件神器，能助你美梦成真，要不要试试？神器，美梦成真？此物名曰神仙锁，只需一点点，就可让人情迷意乱，难以自持。届时你再与女神欢好，岂不快哉？休要胡言乱语！没情趣，活该你只能做做春梦。回来了。你这药粉卖给过多少人啊？不敢说啊。哦，果然被我猜对了，你呀，不过就是个江湖骗子罢了。笑话！祥云县干这行的，属我获罪权价最低。不怕老实告诉你，就连你们县太爷的千金也买过我的神仙锁，知道我这东西有多厉害了吧？哎，小伙子，你买不买呀？哪个吃了豹子胆的敢跑本小姐？我劝你赶紧给我放了啊，不然我让我爹过来扒了你的皮！想告状，那也得有命回去才行。是你小子，你帮我做什么？你想勒索吗？你从术士那里买了神仙锁，是不是为了对付一华？你在说什么呀？我听都听不懂。那术士已经承认将药粉卖给你，还想抵赖？好笑！你是个什么身份，竟然有资格来质问我？说的也是，我不过是慈华医馆的药童罢了，杀了个县太爷的千金，就算以命抵命，也是我赚。你说是吧，裴小姐？你敢？我有什么不敢？我只希望裴小姐能高抬贵手，不要再去找一华的麻烦。方成天喜欢一华，那是他自己的事情，你处处跟一华较劲，这什么道理？谁说天哥哥喜欢一华了呀？一华又老，长得又一般，喜欢他的都是瞎了眼。药不能乱吃，话也不能乱说。神仙锁呢？交出来。如若再犯，下次我扔下去的便是你。你还没松绑呢！喂，救命啊！既然罗英年被奉为神医，那他们怎么会反复跑来排队问诊？感觉好点了没有？感觉好多了，就是腿还有点疼，应该没事了。来，进去我再给你看看。好。哎呀，开个耳。哎，快！哎，看看这我抓不少，就再给我吃俩月。
好，终于拿到药了。前面没多少人。哎，大哥，你前些日子不是刚来过，怎么又来了？我来自有我的道理。哎，你小子是慈华医馆的人吧？你来这干什么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一定是伊华派你来当奸细，故意污蔑罗医师的名誉。张口就回，果然病得不轻。罗医师，罗医师，这小子是慈华医馆的人，是个奸细。小兄弟不必这样，你回去告诉伊华姑娘，如果感兴趣的话，大可约上罗某再切磋一场。毕竟这祥云县上，就剩我们2家医馆能为百姓服务。装什么蒜？祥云县医馆关门，不就是出自你的手笔？罗医生，你心里打什么算盘，你自己心里最清楚。可不是嘛，肯定没有。两经相搏谓之神，随神往来者谓之魂。心藏神，肝藏魂，故当敛肝安神。真大陵内关，清心安神。太冲疏泄，平衡肝气。百会、印堂安神定志。再刺神门一穴，眼皮向前3分，先补后泻。伊华大夫，伊华大夫，伊华大夫！有何贵干？搜！是。你们干什么？按照当朝律法，官兵不可私闯民宅。你们医馆的药童呢？他怎么了？不该问的别问，你只需要告诉我他在哪儿。爷爷，上次给你买的糕点都被你丢了，这次我又给你买了新的。就是他，带走！别抓他！放开！干嘛你们？走走！爷爷，放开他！走开！你们。你怎么来了？云贵被你的同僚抓走了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他把英英绑在树林里实施恐吓，还让英英受了重伤。什么？所以你不必费尽心思再替他求情。英英是我妹妹，于公于私，这件事我绝对不会放过云贵。今日我亲眼所见，小丫头浑身是血的跑回来，就倒在这院里。英英虽然性子顽劣，但她也是个小姑娘，好歹是我们一起看着长大的。眼下你却要为了一个不明来历的云归，让她白白受了委屈。一华，我知道你不是个无故偏私之人。此事证据确凿，云归实乃咎由自取。你所谓的证据确凿，就是这些血迹，还有他所受的皮外伤。难道这还不够吗？当然。走吧，去县衙。云归私绑他人，理应受到当朝法律的制裁。你就算去衙门又能如何？击鼓鸣冤。别走开，精彩在后面。堂下何人？因何击鼓？医师伊华状告祥云县县令裴炳明。哦，那你且说说，状告本官何罪？
其罪一，抓错无辜；其罪二，教女无方。裴秉明之女裴莺莺满口胡言，污蔑我的药童云归，诋毁我慈华医馆的声誉。你是说裴莺莺撒谎？有何证据？裴莺莺满身是血的回来，所有人都看见了，证据确凿。大人，您可知动物血和人血是有区别的？动物血较人血浓稠且色深，且腥味更浓。而裴小姐身上残留的血迹，我在方府曾见过。若真是人血，小女便不会出现在此。裴莺莺不知用了何种手段，私闯我的医馆，往我水缸中下药，致使林祥误食，平白生出事端。云归得知此事，找其辩论，可能是起了争执，误伤了裴小姐。但归根结底，都是裴小姐有错在先，可她却反而栽赃陷害。我没有，你少胡说八道！裴莺莺，真相如何？一问便知。郑天，依华说林祥误食药粉，可有此事？说话！大人，属下不记得了。什么叫不记得了？这也就是最近发生的事情。天哥哥说不记得了，不就是没有的意思？也罢，待我明日问问林祥。云归暂且收监，若你所言属实，本官定当携带小女登门致歉。爹，希望大人言出必行。都是灵犀给我出的主意。他上次说适当受伤有助于激发起男人的保护欲，所以我才让他给我弄了一点点鸡血。死丫头，出卖队友是人干的事吧？哎呦，老大，小姐她不是故意的，你就原谅她吧。骗你是我不对，可是云归他确实是绑了我呀。你看这伤，他可做不了假的。哎呦喂！啊，是。那催情药粉呢？明英，这种药怎么可以胡来？你听我解释，那泻药我就是想给云归个教训。灵犀之前在云归那里受了欺负，我答应了要帮他出口气。就是老大，大小姐她不是故意的。大小姐，居然是你搞的鬼！那就是个误会啊。所以晚点我爹要是问起来的话，殿下，你懂。害我那么丢人，还让我帮你圆谎，不行，我要跟大人如实禀报。你这就没意思啦！林翔，你要想啊，你说，万一我被我爹活活揍死，对你有什么好处？对不对？你说以后你再私自旷工，你再旷工偷懒，谁替你照应？啊？好了。听话吗？那现在就跟我去找大人，把这件事情说清楚，然后去慈华医馆跟一华道歉。你根本就不听话。
你根本就不听话。哎呀，好了好了好了，别生气了，你看看大小姐的手，大小姐手都成这样了，多疼啊！行，是你别生气了，你看看那手，这么重啊！对呀，你看看那手都那样了，你别生气了。心好痛。你看看你不心疼吗？你这你看着都疼。哎呦，老大有个看着小姐。好了好了，下不为例啊。你说呀，真是让人操碎了心。一华大夫，一华大夫，王大叔，一华大夫，你许久没有来了，今天这是？一华大夫，我知道你是好人，当初看诊就总不收我们的钱。你能不能借我点银子啊？银子？王大叔，你可是遇到了什么难处？我想去罗氏医馆。王大叔，你找我借钱，原来是去找罗英年看病。可是王大叔，你没有想过，我也是医师啊，他会看的病我都会看，而且还不收你的钱。不，你不懂，一华姑娘，就算我求求你了，你就借我点银子吧。好吧，我借给你。谢谢一华姑娘，谢谢一华姑娘。到底是什么样的病症，偏偏就只有他罗英年能治？怎么，老板娘这是见罗某人不在，睹物思人？罗医师说笑了，我这不是怕你房间不干净，想着来打扫一下吗？既然老板娘如此有心，为表谢意，罗某请你喝一杯。香气馥郁，入口甘甜，落口绵柔，尾尽鱼肠，当真是极品。这红尘酿出自京城百年酒巷，一年只出一窖，有价无市，是我专程差人从京城快马加鞭送来的，只为与家人共饮此杯。京城有那么多奇珍异宝，哪像我们这小县城啊？也不知道有什么魔力，能吸引来罗医师这样的英才。京城虽好，却没有祥云县的宝贝多。您又说笑了。想必裴大人已经有了调查结果，不过有样东西，还想请大人过目。这不是被云归扔了吗？裴小姐以为药粉包被云归扔了，想必你是知道这里面装的是什么。这还用猜？这还用问吗？这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。
你以为药粉包被云归给扔了，结果真不巧，他只是偷偷藏了起来。你别血口喷人啊！我从来没见过你手里的东西。听说你不小心粘了一手的植物汁液，然后又用手去拿了这个药粉包，对吗？这种植物汁液干涸之后，会产生难以去除的气味，需要用特定的药水才能去掉。不信你闻闻，你手上的味道和这药粉包的味道是不是一样？既然如此，裴小姐敢不敢吞下它，以证清白？这算什么证明清白啊？谁知道你有没有在里面加什么不该加的东西？爹，你不能听他的。爹，你不能吃。爹，你不能吃这个。爹，大人，爹，你真脱了。爹，你脱了。爹，水，有没有水啊？水，爹，找水啊！快点，爹，爹没事吧？爹，行了，你怎么吃啊？水呢？爹，你难不难受啊？你现在热不热呀？爹，你先喝点水。啊，眼睛开始泛红了。那术士说即刻就能见效，我怎么办呀？我真的……看来依华所言不虚，下药的人真的是你。裴英英，你怎么可以做出这种事情来？你现在难不难受啊？你热不热啊，爹？你要不要去泡你到底知不知道你犯下了什么样的过错？我裴炳明一生自诩公正廉明，怎么就教出你这么个罔顾法纪的女儿？我爹，家门不幸，实乃是家门不幸啊！热不热？热不热？裴大人不必忧虑，这包只是普通的面粉而已，无需解毒。小女有错在先，幸得依华大夫既往不咎。云归所为，关押数日，以作惩戒。此案到此了结。云归，云归，咦？对不起，我是不是又做错什么了？没事了。情急之下才出此下策，如有得罪，请裴大人多多包涵。是老夫教女无方，冒犯了依华大夫，在此携小女诚意之歉，请姑娘恕罪。爹，大可不必。还不快向依华姑娘赔罪！裴英英，对不起。那民女先行告退。走，我带你回家。
怎么了？你今天又救了我一次。嗯，这是给我的奖励吗？奖励你又闯了祸啊！我以为你顶多就是骄纵蛮横，也未对你多加约束，没想到你竟然做出如此下作的事情来。丫头，你说，如果医华大夫因为你下的药粉遭遇什么不测，我裴家拿什么向人家姑娘赔罪？你说，你说啊！扰乱公堂，品行不正，不死不分，气死老夫了！丫头，如果你娘在世，看到你变成如斯模样，100年之后，我还有什么颜面下去见她？我从小到大，你不是忙于公务，就是关心百姓，你何曾关心过我半分？是，裴大人是1等1的父母官，萧云县所有的人都是你的子民，除了我裴莹莹。早知道如此，我娘当初就不应该白白牺牲自己的性命，叫我一个人留在这苦哈哈的世界上。死丫头你！气死我了！这丫头倔起来，跟她娘年轻时候真是一模一样啊！药，你知道附近哪里做针线活吗？不知道。东城好像有。药，你知道附近哪里做针线活吗？不知道。看这个呢。云贵，方木头，怎么了？方木头，你知道这附近有做针线活的地方吗？这边街市倒是没有，在另外一头，我带你去。真的吗？谢谢。对了，你是要补什么东西吗？这么着急啊？这是一华亲手给我做的，干活的时候不小心给刮破了，我一着急给他拨好。这是一华给你做的？啊，对啊。你看，前2天为了给你拾到屋顶，好好的衣裳都破了。我再给你买件新的。啊，那倒不必破费。那个，你就给我缝2针就行。我的手只拿金针，不拿绣花针。铺子就在前头，你自己去吧。啊！方木头，老大！我认错人了？没有啊，就是他。那他为什么不理我？他是不是心情不好？心情不好？因为什么？我也不知道，明明刚才还好好的。铺子。香囊不错呀，一华大夫送的吧？对啊，真没想到一华如此心灵手巧。你看这绣工。老大！哎，别生气了，跟自己亲爹有什么可置气的？
他不过就是训了你几句。他还打我。哎，好了好了，这次多分你一点，就当是弥补心灵创伤了。嗯，行。你说我这是不是该去买一条新裙子什么的？得买特别贵的。对，是。你还不如用这个钱买个拿得出手的香囊送给老大呢。香囊？为什么要送香囊啊？岂有此理！公家的，公家的。不就是个破香囊吗？我给田哥哥做一个，10个、100个，1年不带重样的都。100个。将夜色照亮，钟声的回响把岁月抵挡。这才不是日黄，映在水中淌。喧嚣的过往是一笑怒马登场。停靠在这晚上，爱像是口服人，却欲盖弥彰。漂流向哪一方？爱到无所适从，望无退让。我要这笔身流放，流放你身旁。你和仓皇罢了，干脆还是遗忘。我要这万人空巷，配作你嫁妆。故事最终还是最